嗨大家，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衬衫就衣改造成这一件洋装。首先我先把它的领子跟袖子都拆掉，接下来要拆的是背板这一块叫 yoke 的东西，通常它会有上下两片，然后包覆着背板，所以就同样的把它拆下来，等一下要拿它来做肩带。再沿着它领口跟袖子口接口的最低点，我把上半部剪裁出来。我要重新设计它的领口跟袖子口的形状，你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画出你想要的形状，再来做剪裁，就会是比较直接、比较快的做法。重新定义了袖子口之后，拿前板去做背板，做相同的剪裁。上衣的版型在胸围的部分多5到10公分，穿起来会是比较舒服的。胸绳的部分等一下要留在袖子接口的地方做，这里就把布料正面对正面，把前板跟背板在两侧缝线的地方结合在一起。接缝完之后就可以做肩带，我们要拿刚刚的 yoke 背板上面的那2块来做肩带。原本的设想应该是比较宽的，可以直接包覆整个肩膀的，但是后来发现这样子的设计并没有比较好看，所以我就慢慢调整成比较细的肩带。同样把布料放在自己的身上来做测量，然后测量出你想要的肩带的长度跟宽度。在接缝肩带的时候，同样正面对正面来做接缝，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布料剪裁有一些角度的话，你可以用这样子来做比拟。先用大头针固定之后，反翻到正面，看是不是格子或者是花样有对齐，甚至在结合完之后，这一条线会不会是歪掉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在试穿之后发现细一点的肩带或许会比较好看，所以这里来来回回修改了2-3次。确定好之后，我把多余的布料剪裁掉，留了大概1公分的缝份，在这里再缝一个比较贴身的省道，让它可以更服帖我的身体。感觉起来肩带还是太宽了，做了省道之后，可能要再拿掉这么多。肩带从这边就要开始变窄，我也做了记号。按照大头针的标示，我把胸绳的记号画的比较明显一些，然后在做任何剪裁之前，先把胸绳先做好，然后我们再来处理等一下就是腋下跟肩带的那个剪裁的部分。拿刚刚做肩带的多余的布料剪裁出3公分宽的缎带，然后结合起来，我们要做包边带收边。这个步骤其实可以留到最后一口气把它缝完，但是那时候没有想太多，所以就先做了一部分。在布料有弧度的部分，记得要剪一些小缺口，这样子布料才不会有不必要的皱褶。胸绳做完之后，把腋下跟肩带多余的布料剪裁掉，然后用包边带把部分的肩带收拾好它的边。刚试穿了一下，所以现在就是那个肩带可能有点太长了，但我觉得可以再就是剪掉就好了。刚刚是比较心急，所以就先缝了腋下一部分的包边带。但因为我的肩带想要设计放的比较内侧，所以这一块三角形的布料就算是多出来的。所以就看你怎么设计摆放你的肩带的位置，然后再做调整，最后再一口气缝包边带，把这个整个边腋下到这一个斜边，然后还有整个背板的上缘，还有肩带全部都收起来。确定之后，我把多余的布料剪裁掉，把肩带接缝上去。然后用包边带收边，遇到包边带转弯的地方，大概会是长这个样子来做处理。再有弧度的部分，在布料上剪一些小缺口。我拿多余的包边带做成2条15公分长的绑带。
这个绑带就跟着包边带一起固定到前板中线的地方。之后再反翻包边带2次，然后把绑带跟前板中线的部分的边收拾好。这样上衣就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做裙子的部分。剩下来的布料就上下1分为2，然后也把下缘的弧度平切齐。中间这块裙子大概就是不会加任何的布料，但最下面这一块裙子的布料，我们要拿袖子来剪裁出等同高度的长方形来做拼接。用车边进行收边之后，我们要把下缘最下端的部分往内翻折1次，缝一条平针做收尾。拼接出来的第3层裙子的长度最好是第2层裙子的长度的 1.5 倍到2倍长，然后第2层最好是上衣的 1.5 倍到2倍长，这样再来做抓皱的话会比较好看。可以用抓皱的压角来缝制，你也可以缝一条针距比较长的平针来做抓皱。调整到可以跟第2层裙子的长度一致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正面对正面接缝在一起。用相同的办法把第2层裙子要跟上衣的下缘接缝的地方调整成一致的长度之后，正面对正面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侧边收拾完之后，打一个蝴蝶结，这件洋装罩衫就做完咯。这个阶层抓皱的迷你裙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泳池游完泳之后把它套上去，然后可能去隔壁的巷口买个凉面或者是冰淇淋，可以走回家这种感觉。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